木人桩是训练拳脚身法的器械。据传少林寺曾有108尊木人桩，凡是弟子下山历练，必须经过这种考验。木人桩通体木质，颇为坚硬，机关遍布，角度刁钻，各种攻击方式令人防不胜防，堪称少林寺的秘密武器。青年阿宝是小镇有名的寻宝专家，凭借着头脑灵活，颇有武艺，时常与别人打赌赚些外快。这日，他像往常一样跑去赌场打拼，却听说有人指名道姓要见他一面。对方乃是一位富家少爷，声称自己有一批宝藏的线索，想请阿宝出手一同寻找。从现在开始，两人就是志同道合的好兄弟。至于为何一定要找阿宝合作，少爷开诚布公。传闻大海盗张宝仔劫财无数，生前将宝藏藏在一处地点，恰好少爷想要大出风头，他家境殷实，只取1成，剩下的全归阿宝所有，彼此各取所需，甚是划算。两人当即一拍即合，随即前往一处古董庄园。此处的古董商手中藏有张宝仔的一批书信，两人借着观赏古董之名，准备试探一下古董商。不成想，这老者还颇有2把刷子。见此，两人直接开门见山询问，古董商也不含糊，直接拿出一批书信，宝藏的线索就在其中，想要就必须奉上3万块钱。这等天价，两人自然不会乖乖接受。入夜便准备悄悄盗走书信，哪知一只脚直接踹来，古董商人老成精，早已等候多时。两人偷盗不成就想强夺，却忘了行走江湖，切勿招惹老头、女人和小孩。古董商招式行云流水，轻松将两人压制。但古董商将自己的珍藏古董视为心肝宝贝，阿宝抓住这一弱点不放，将古董放在对方身体各处。古董商投鼠忌器，只能任由两人拿走书信，扬长而去。两人通过书信得知，张宝仔生前受法华寺大师点化，改邪归正，将宝藏藏于一处，只是地址却是模糊不清。两人正一筹莫展时，恰巧白衣圣僧吴相来到客栈，略一打听便知对方正是来自法华寺。两人遂决定去吴相房间寻找线索。待到天黑，阿宝扮作济公模样，谈天说地，拖住吴相。少爷则趁机潜入吴相房间，却不知住客并非吴相一人。少爷被迫逃出，两人的戏码当场穿帮。吴相自然知晓两人目的，刚想解释，飞燕双刀莫聪带着哑巴女儿前来，言称江湖上正在盛传吴相是法华寺派出的杀手，专门暗杀有张宝仔宝藏线索的人。吴相一头雾水，他确实一直行走四方，驱逐前去骚扰法华寺的江湖客，却并未谋害一人，但前往寻宝的人都惨遭暗杀也是事实。莫聪不管不顾，就要直接动手。打斗中，少爷身上的书信掉落，阿宝想要去捡，也被吴相催促离开。如今形势比人强，眼看谁都打不过，两人只能放弃信封离去。事后，两人越想越气，商量如何夺回书信。哪知此时保安队长斗鸡眼围住他们。原来古董商报案前来追捕，阿宝急中生智，痛哭流涕，声称这些都是大光头逼迫他们所为。随后带着一帮警察找上吴相，想要来一招驱虎吞狼。吴相不明就里，与警察战成一团，两人趁着混乱抢到一封信。等到吴相解开误会，两人早已逃之夭夭。想到其余书信还在吴相手中，他们本想蹲守附近等待机会，却远远望见吴相再度动身，只好跟上。眼看吴相又来到乾隆帮，便躲在一旁偷窥。吴相此行也是为劝说帮主放弃寻宝，但帮主也对他有所怀疑，手舞长枪直刺而来。吴相也随即取来木棍，以他的武功，想要取帮主性命，自然易如反掌。至于他所言诸事，信与不信，全由帮主自行判断。吴相告辞离去，莫聪却自堂后走出。他表面仁义无双，实则背地里阴险狡诈。坦言吴相所有拜访过的人，其实都是自己所杀，为的便是将吴相成为众矢之的，他好趁机夺取宝藏。听到此话，牌匾后的两人忍不住开口痛骂。哑女立时腾身挥刀，迫使两人现形。他的双刀实在凌厉非凡，阿宝只好让帮主出手抵挡，自己带着少爷翻墙逃离，准备将莫聪的真面目公之于众。莫聪解决完一众手下，便赶忙前去灭口。帮主竭力抵抗，最终还是命丧于哑女刀下。另一边，逃命的两人被莫聪追上，莫聪心怀杀意，招招狠辣，两人的武功哪里是他的对手？很快，少爷被其凶猛一脚踢出墙外。
阿宝则是看着掏出的鞭炮计上心头，先是用瓦片当作飞镖，降低莫聪的警惕性，接着用身旁的火盆引燃鞭炮，瞬间炸伤莫聪，自己则趁机逃离。两人成功逃得一命，不甘心地继续研究书信，发现下一个线索藏在一本海盗书中，于是便来到图书馆碰碰运气。哪知莫聪派出的杀手也藏了进来，但每次的偷袭都被两人无意间躲过。此时斗鸡眼带人前来，他得到消息阿宝两人就藏在这里，但两人也趁机乔装打扮了一番。斗鸡眼没发现两人，却误打误撞发现了伪装的杀手，招呼警察一拥而上。杀手与警察来回周旋，将图书馆搞得一团糟。阿宝趁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，带头将书本接连砸来，却无意间发现了海盗书。两人通读全篇，发现张宝仔的海葬确实与法华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但如今两人正被莫聪追杀，不如先找到吴相寻求庇护。却不知莫聪已经召集各路江湖人士，靠着伪善的表面煽动众人讨伐吴相。等到两人找到吴相，庄主立刻摔杯为号，三人当时陷入重重包围。吴相还不愿相信莫聪会是幕后主谋，哪知下一刻就遭遇暗算，腿部受伤的他一身实力失去6、7，再也难以抵挡莫聪。而另一边，哑女双刀灵动如飞燕，轻松压制阿宝两人。两人无奈只能跟着吴相急速撤退。事后，众人一同赶至法华寺，眼看莫聪迟早杀来，可吴相腿部受伤，难以和师弟组成5行罗汉阵。少爷自告奋勇，愿意替吴相充当阵眼。而阿宝则是要来橡胶修补自己的鞋子，正想着如何破解哑女的双刀，看着被粘住的手掌，顿时灵光突现。很快，莫聪便带着哑女杀上法华寺，少爷则换上一身行者装束，填补罗汉阵的空缺。在吴相的指导下，倒也显得有模有样。这边莫聪被5行罗汉阵拖住，另一边的阿宝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哑女的双刀灵力依旧，阿宝则是在身上藏有各种道具，掏出铁链抵挡刀锋，寻机将哑女双刀束缚在身后。本以为自己能够占据优势，哪知对方凭借着女子的柔韧性，反而将她带入自己的节奏中，抬腿就是一招1字马，当场让阿宝体验到淡淡的忧伤。随后，哑女脱困而出，帮助莫聪，本就勉强应对的罗汉阵当场告破。眼见此计不成，阿宝随即取来秘密武器，哑女一刀劈出，当场砍在橡胶上。见此计颇有奇效，阿宝立刻乘胜追击，哑女不慎被粘在柱子上，手中双刀也被牢牢限制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阿宝逐渐逼近。阿宝动用咸猪手，趁机开油，抢过哑女双刀，一把丢出，却令佛像露出真相。原来张宝仔果然将宝藏留在法华寺，利用财宝铸成这尊金佛。只是现在显然还不是寻宝的时候。吴相与师弟缠住哑女，阿宝则是与少爷推来木人桩对付莫聪，两人合力将其困在其中。纵使莫聪武力超群，却也抵挡不住来自各处的攻击。两人挥动木人脑袋接连抡砸，顿时让他满脸青紫。两人顺势推到木人桩，一招泰山压顶，心狠手辣的伪君子莫聪当场归西，而哑女也已被吴相等人制服。接下来就该商议宝藏的归属。得到古董商消息的斗鸡眼也想来分一杯羹，影片也在一片吵闹中落下帷幕。